下午2点，陈肇中乘坐的航班准时降落在港岛国际机场。此时的陈肇中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内心百感交集。他离开港岛太久，窗外的景色早已没有半分熟悉的感觉，唯一熟悉的便是到处可以看到的繁体汉字。这些繁体汉字无一不在提醒着他，自己时隔20年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家乡。只不过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这次回来恐怕已经没机会好好熟悉阔别20年的港岛。从自己落地港岛的那一刻，自己的生命恐怕就开始进入了倒计时。此时一名男性空乘人员来到他的身边，提醒道：陈先生，按照规定，稍后您先不要着急下飞机，等其他乘客都下机之后，我会亲自带着您和您的资料把您交接给港岛海关，还希望您能理解。陈肇中点了点头，微微笑道：好的，谢谢你。陈肇中虽然是被美国强制遣返，但他并不是犯人，所以遣返回来也没有任何美国方面警察或者移民局的工作人员陪同。按照美国方面的流程，既然是遣返，那么就将被遣返人的护照信息拉入黑名单，5年、10年或者终身禁止进入美国，随后直接安排他坐上返程的飞机即可。剩下的事情就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美国移民局将他送上离境的飞机，同时将他和他的资料交由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在他下飞机后再将他和资料一起交给港岛海关。遣返的流程就算是完成了。待所有乘客都下机之后，那名空乘人员便再次来到陈肇中身旁，客气地说道：陈先生，您跟我一起走吧。好，陈肇中微微点头，站起身来，从头顶的行李架里取下了自己随身的一点行李，而后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从飞机上走了下来。穿过廊桥之后，他便看到2名海关的工作人员已经站在廊桥尽头处等着。那工作人员带着陈肇中来到2人面前，将陈肇中的资料递交过去，便道：2位，这位就是陈先生。其中一名工作人员点了点头，道：辛苦，后面交给我们就好。说罢，他走到陈肇中面前，开口道：是陈肇中陈先生吧？陈肇中轻轻点头：是我。海关人员开口道：欢迎回家，陈先生，请你先跟我们去海关走个流程吧。陈肇中忙问：阿 Sir， 请问接下来一个什么流程？海关人员解释道：其实也很简单，你只是被美国遣返，但依旧是华夏港岛公民，而且我们已经提前查询过你的情况，你在港岛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是守法公民，所以你只需要跟我们过去做一个例行登记之后，就可以自由入境了。说着，海关人员又道：哦对了，你现在就可以给家人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接你了，我们这边会加快办公进度，最多1个小时就能结束。陈肇中微微一笑：还是不必了，麻烦先走流程吧。好，海关人员点点头，道：请跟我来。此时此刻，叶晨与刘家辉夫妇也已经到了港岛国际机场。车队在港岛机场的到达大厅门外停稳，刘家辉难掩兴奋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费小姐应该快到了吧？叶晨看了看时间，淡淡道：差不多还要10几分钟。刘家辉笑着问道：您看咱们是在车上等，还是去里面等？叶晨随口道：去里面等吧。说罢，便率先推门走下了车。刘家辉正要下车，司机这时候转身低声说道：老板，刚收到的消息，陈肇中已经进海关了。哦，已经到了。刘家辉点了点头，喃喃道：说实话，
我倒是挺想见见那个衰仔的，看看他现在落魄成了什么鬼样子。不过今天我老婆也在，还是尽量不要跟他碰面的好。司机忙道，叶先生说费小姐20分钟后到，接上他我们应该就走了。陈兆忠估计至少也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出来，这样的话时间上刚好错开，不会跟陈兆忠碰面。好，刘家辉松了口气，看到坐在前车里的方嘉欣也推门下了车，便开口对司机道，我老婆还不知道陈兆忠今天回来，你们都要守口如瓶，在陈兆忠被干掉之前，不要让他收到任何风声。司机点点头道，老板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乱说话。说罢他又道，如果那帮人下手速度快的话，估计陈兆忠活不过今晚吧。刘家辉感慨道，要是没什么变故，他可能都活不到天黑，但是情况现在又有了很大变化。原本洪门的林教头一心想拿这个暗花，但是那林教头现在已经离开香港了，而且我看洪门的洪元山现在肯定也不敢公然接这笔买卖，只能看港岛其他帮派和杀手今天能不能把他干掉了。说着刘家辉又道，还是要尽快啊，免得夜长梦多，最好是我老婆还没听说陈兆忠回来，就直接听到他的讣告。司机笑道，老板不必担心，3000万美金的暗花摆在这里，他绝对不可能活得过今晚。刘家辉点了点头，开口道，我跟叶先生去接人，你们在这里等着。好的，老板。刘家辉推门走下了车，并不知道不远处站着的叶晨已经将他与司机的对话尽收耳底。他走到叶晨身边，笑呵呵地说道，叶先生，咱们现在进去。叶晨看着他，微微点头，笑道，进去吧，费小姐再过10几分钟应该就降落了。一旁的方嘉欣走上前来，挽着刘家辉的手臂，有些紧张的低声说道，家辉，你看我的穿着打扮没什么问题吧？要是哪里有问题赶紧告诉我，别让费小姐看了笑话。刘家辉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有些紧张，他一边不断调整自己的领带，一边对方嘉欣说道，穿着打扮上倒是没什么问题，主要是等下见到费小姐，言谈举止一定要多多注意，千万不要一激动说错话。有句话其实刘家辉没说出口，方嘉欣的学历不高，他只是读完了高中便辍学了，所以整个人的言谈举止水平相对较低，难登大雅之堂，而且时常还会下意识地飙些粗口。而费可欣的简历在网上随处可查，不但就读于顶尖的斯坦福大学，而且成绩非常好，学历也非常高。所以刘家辉最担心的就是方嘉欣管不好自己的嘴，万一说出什么粗鄙的话来，会降低费可欣对他们的印象。方嘉欣也知道自己的短板，连忙点头道，我等下见了费小姐一定少说话。